收复台湾，这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。如今台海矛盾仍在升级，人们愈发期盼着台湾的回归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收复台湾困难重重，我们既然要收复，就要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。那么若收复台湾，我们将面对的是什么呢？军事专家认为，我国收复台湾之后可能会遇到3种局面，这也是我们最需要避免的。可能遇到的第一种局面是两岸社会文化背景的激烈冲突。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源，然而经过台独势力几十年来的洗脑，加上双方不同的政治制度，导致一大批台湾人，特别是青年人群体，对于大陆的社会文化严重不认可。双方之间看起来没有沟通的障碍，其实存在很深的隔阂。几年前，一些台湾新闻在大陆引起过热议，这些新闻都十分荒诞，比如台湾人嘲笑大陆买不起茶叶蛋，大陆产妇不坐月子，台湾人在深圳火车站吃泡面引起围观等等。这些荒唐新闻的背后是整个台湾社会对于大陆的偏见，而反过来，大陆这一代人和台湾之间同样交流甚少。我们对于台湾人民的印象是很模糊的。网络的发达让两岸能够实现信息的沟通，但这类沟通往往停留在娱乐层面，双方之间根深蒂固的环境冲突从未解决。如果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，那么两岸人民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，双方之间截然不同的制度、文化、价值观很有可能变成定时炸弹。而且到那时，两岸之间的很多政策福利都需要进行整合。对于台湾方面而言，他们可能要迎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。变革总是会带来阵痛，引起反对也在预料之中。相比于普通民众之间的小矛盾，更令人担忧的是存在于整个台湾社会的台独观念。台独势力在统一之后，一定会更加不惜血本抹黑大陆，同时利用民众之间的矛盾挑起纷争。西方势力也必然会把双方之间的矛盾当作突破口，将台湾彻底变成存在于中国的不稳定因素。当今台湾的政治环境是不容乐观的，台独势力逐渐占据上风，政府官员公然支持分裂，无数青年人受到蛊惑，不惜叛国。这样的社会风气会导致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。阻隔台湾和大陆的并不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，而是双方早已天差地别的社会。收复台湾或许只是第一步，那之后如何消除偏见，放下芥蒂，让台湾融入新中国的大家庭，才是更艰巨的任务。我们可能要面临的第二个局面是收复台湾之后经济的动荡。毛主席曾经谈到过，收复台湾也是一个经济工作，因为所有人都明白，收复台湾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实现，不管是进行武力收复还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，经济上都要有充分的保障。而在收复台湾之后，我们则要做好大笔投入以及经济消耗的心理准备。从台湾自身建设来说，收复台湾之后，台湾的经济就归我们负责。台湾的经济形势这些年来并不乐观，黄金时代过去后，台湾经济陷入了很长时间的停滞，虚伪优势逐渐丧失。如今就算是台北这样的大都市，也面临着经济衰退的难题，众多台湾年轻人把出国打工当做了最佳出路。台湾经济萎靡是很多原因导致的，但总之只要台湾回归，我们就必须有信心给台湾解决问题。中国大陆则是要面临更重要的抉择，收复台湾有可能会浪费我们的经济发展机会，我们有没有可能两全其美？再或者我们要不要在收复台湾和发展经济之间做一个取舍呢？从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其实一直在进行经济转型，我们用了几十年时间让中国实现了产业技术的升级。按照计划，我们应当在2050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。但实现这个目标有个很大的前提，就是中国的经济环境要始终保持稳定。特别是到了现在这个时期，我们很多行业正在力求突破，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是不愿意经受风险的。但是收复台湾一定会为经济带来风险。台湾所牵扯的不仅仅是台湾周边的市场，只要台湾的形势起了变化，世界各国都会行动起来。我们最担忧的是，西方国家可能借着这个机会直接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。虽然作为一个工业环节相对完整的国家，一时的封锁不会彻底将中国拖垮，可我们的经济总是要大受影响。到时候我们一方面要稳住原有的经济体系，一边还要保证台湾的经济不崩溃，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。敌人在经济制裁方面一贯有经验，我们这些年来拼命发展经济，
其实也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的独立，即便在经济上被孤立也可以生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人们的共识是要把这种危险的火苗在一开始就掐灭。在经济上，我们和西方国家之间要达到一种平衡，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军事，都不能让西方将事情做绝。一些美国专家认为，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大量的贸易往来，所以美国大概率不会彻底封锁中国的经济。但是以中美如今激烈的竞争关系，我们在关键问题上不能抱有赌徒心态，所以最好还是在收复之前做好应对危机的方案。我们可能要面临的第三个局面，也是最大的挑战，那就是政治格局的变化，特别是外部环境对我们来说充满危险。现在台湾和美国走得太近，美国一直利用台海局势做文章，想要在亚洲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一旦我们真的收复台湾，美国会彻底撕破脸，甚至不排除进行武力干涉的可能。这些年的台海矛盾已经让人看清了一个事实，美国是不会对台海地区轻易放手的。他们在台海挑起的一系列争端，就是为了试探中国的底线。在太平洋，美国已经设置了3个岛链，意图从军事上钳制中国。台湾恰好就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。在一些军事资料里，美国也披露，到了最后关头，他们可以放手一搏，直接把台湾变成中美2个大国的战场。台湾是中国的土地，美国这个设想就是要让中国承担战争最大的苦果，对于他们的阴谋诡计，中国不得不防。当然，现代战争可能引起巨大的代价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管是任何一方都不会采取这种方式。相比于鸣枪，更需要提防的是暗箭。近年来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不断在大陆安插间谍，破坏两岸团结统一。而且当今台湾的台独势力也是在美国兴起，他们之中的很大一批人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指使。台独势力一直希望借助美国这棵大树，彻底实现台湾的独立。美国则不遗余力，想要在台湾乃至香港地区掀起颜色革命。相比于直接的武力冲突，美国背后对于台湾的影响是杀人不见血的快刀。世界上无数国家已经证明美国的陷阱招招致命。所以收复台湾之后，我们要面临的是来自美国的进一步打压，以及在思想政治上无形的侵蚀。在国际舞台上，美国则会进一步对我们进行孤立。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都不希望中国能顺利收复台湾，我们到时候会面临无数势力的攻击和污蔑。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可能做出新的选择。一旦台湾收复，我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，这可能引起全地区局势的紧张。从长远来看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增强，对于地区稳定是大为有利的。但最初的一段时间一定是矛盾频发的。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曾经觊觎过中国领土，而中国收复台湾，宣示主权，对这些国家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。但不排除有些敌人狗急跳墙，趁着中国收复台湾局势不稳的时候为自己谋利。整个国际秩序也必然会因为收复台湾产生很大的变动。中国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影响历史。总之，收复台湾之后，我们会付出一些代价，会迎来一些挑战，也会多出一部分敌人。但是即便存在困难，我们也绝不可能放弃收复台湾的目标，因为收复台湾有其必要性。因为世界的进步方向决定了海洋海权的重要性。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了中美海上博弈的关键点。美国围绕台湾试图对大陆进行封锁，反过来说，我们要突破美国的海上霸权，也必须从台湾入手。收复台湾就意味着中国可以打破美国人在海上构筑的防御链条，将中美博弈的核心从台海转移到太平洋地区。而且只要利用好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防御日本和东南亚地区，打破美国掌控亚洲的美梦。我们也需要通过收复台湾来进一步维护中国风的主权。这些年来，台湾流落在外，对中国不仅是遗憾，更是威胁。美国也好，欧洲也罢，他们都在利用国际舆论，想要否定我国对于台湾的合法主权。还有一些国家公然和台湾建交，支持分裂，这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因此，我国对外交往的过程中，承认一个中国是必要的条件。如果台湾收复，那么主权问题就迎刃而解，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。
更重要的是，收复台湾也有利于政治上的稳定。台湾台独势力太过猖獗，因此如果西方要进行颜色革命，台湾立刻就会成为敌对分子的大本营。如今也有许多台湾的间谍活跃在网络上，输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。另外，他们还有一些间谍直接潜入大陆，不惜用几十年的时间来破坏团结。如果台湾回归，台独势力就无法如以前那样招摇过市了，大陆也完全可以亲自动手，扫除这些害群之马。在大陆的监管之下，美国想要继续扶持台独也麻烦了许多。只要经过一定的时间，台独势力会不攻自破。更何况收复台湾之后，我们才能说中国真正的实现了统一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解放军披荆斩棘，收复了无数过去被侵占的土地，就连香港、澳门也在上个世纪末实现了回归。如今中国的统一大业只剩下了宝岛台湾。收复台湾才意味着我们完成了这个几代人一直坚持的使命。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，就必然要做到真正的统一。现在的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统一的条件，我们拥有素质一流的解放军队伍，拥有足够的经济储备和稳定的政治环境。而且收复台湾是民心所向，每一个中国人都牢记收复台湾的目标。过去能够威胁到我们的一些因素，如今也渐渐不存在了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很多威胁不值一提。所以人们相信收复台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当然，历史的发展永远是不可预知的，到了收复的那一刻，新的问题或许还会出现。不过只要充满信心，迎接挑战，实现收复台湾的理想指日可待。到那时，我们可以充满自豪地说，我们完成了前辈交给我们的使命。